11月28号啊，拼多多集团发出了他们的3季度财报。这个季度，拼多多的营收竟然达到了6884亿元，同比增长了惊人的94%，而且规模净利润达到了1550多亿元，同比增长了47%。按照非美国通用的会计准则的话，规模净利润啊更是达到了1700多亿元，同比增长了37%。这样惊人的业绩，让人直呼拼多多正在创造奇迹啊！我们比较一下营收增速，拼多多这一季度达到了94%，而阿里只有8.5%，京东仅仅是1.7%。财报一发布，拼多多股价是一飞冲天，开盘狂涨了18%，收盘市值呢一举达到了1847亿。而到了今天啊，拼多多的市值已经超过了阿里。遥想3年以前，阿里市值8600多亿美元，拼多多才1000多亿美元，京东那会儿啊是1200亿美元。现在的关键是阿里和京东的市值在下滑，而拼多多则不断的攀升。美国股市里的拼多多已经创造了历史，它超越了阿里，成为美股市值中最高的中概股。有一位阿里员工在内部论坛发帖说，眼下真是难以入眠啊，也不敢想象那个曾经被小看的砍一刀，现在却要成为大哥了。甚至连马云也终于在阿里的内网发言了，时隔2年，他说特别好，请大家多提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，阿里会变，阿里会改，任何人都会被超越。要知道啊，每次马云在内网发言都代表着阿里关键时刻的到来，上一次是在2021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拼多多是怎么做到这么大的规模，还能保持如此之快的增长速度呢？它到底做对了什么？其实啊，拼多多的海外业务是功不可没的。特目在美国市场的表现令人惊叹。数据显示，仅仅在9月份，特目在美国的销售额就超过了Shein的2倍多。而且你知道吗？那会儿啊，特目刚刚进入美国市场才14个月。相比之下呢，拼多多的公司架构还比较简单，没有像其他公司那样复杂的部门体系，比如说什么事业群呀、事业线、事业部等等。它的整体部门架构啊更为扁平，人效比其他公司还要高得多。在最新的电话会议上，拼多多还提到了农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，而且将持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，并不会过于关注中短期的营收趋势。我个人啊非常欣赏这一点，因为农业和农村在我国有着巨大的潜力。随着拼多多的支持，地方的产业能力得到了提升，农民也会实现了增收。8年时间，阿里市值超过了100亿，腾讯用了7年，而拼多多仅用了18个月就做到了1800亿的市值。这就是时代的变化，我们需要接受、适应和拥抱这样的变化。你知道吗？在中国呀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能不超过8%，坐过飞机的人也不超过10%，还有几亿人可能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-2千块钱。拼多多是他们的狂欢，他们构成了全球的新消费者，支撑起了拼多多。2014年，马云创造了最大的 IPO 上市，但却迎来了铺天盖地的负面评论。人们说中国的首富是靠卖假货崛起的，所以阿里开始改变战略，转向卖正品、卖品牌，一剑就砍掉了24万的低端商家，结果被拼多多接过去了。现在呀，阿里就有点尴尬，上面往高端打不过京东，往下面呢，下沉的客户啊又被拼多多给抢去了。当然呢，我们不能逃避消费降级这个话题，说再多都没用，老百姓的选择最诚实。环境不稳定，经济下行，过去3年疫情的冲击，许多家庭的财务状况受到了影响，收入减少了，资金有限了，或者对未来感到不乐观，紧缩开支才是明智之选。在价格上的绝对优势面前，消费者们用脚投票了，这是他们最直接的回应。最近不就是这样吗？刚刚把加拿大鹅赶走，又迎来了国产羽绒服的涨价。但是没关系，00后开始关注军大衣了。不是说买不起羽绒服，而是军大衣更实惠。以前很多人讨厌拼多多这个 APP， 甚至把亲戚朋友都拉黑了，以躲避它的推送广告。像为什么现在用户对拼多多的态度发生转变了呢？是因为他们可以接受这种砍价方式吗？是因为喜欢上了拼多多界面上层出不穷的广告吗？当然不是啦，是因为它上面的东西啊，物美价廉。我相信很多人都吐槽过拼多多，就像之前他们也不喜欢抖音一样。但是事实上，它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，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呀，直觉常常是非常准确的。你可以问问自己啊，最近网购的平台首选是不是依然是京东或者淘宝呢？有位员工写得好，购物简单，退货简单，少点花哨，多点实惠，从来没有觉得用天猫、京东就比拼多多显得高端呀。